被湿水浸泡数百年的原始森林，你见过吗？这个树下全是棺木。这是迄今为止保持最为完整的清窑洞葬群，参天古树下的棺柩随意摆放，山洞深处无人下脚的场面令人后背发凉。53刻过后，无人敢靠近此处。我们在经得在老许可后实拍记录，哪知洞内的场景氛围超过了一切电影特效。户外小北表示再也不敢去第二次。快走！现在咱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密林当中，大家看这个林子里面倒下的树，它的直径差不多有70多公分，可见这些树都是生长了100年之久。那边好多呀，就在那个位置啊，看在林子里面很多。这边就是传说中的清窑洞葬，就在这里呢。当地人呢，把亲人送上山之后，在棺材上面正砍3刀，反砍3刀。从此之后呢，就再也不会到这个林子里面来。目前感觉还好，就是味道很大。你把口罩戴上。我要把口罩戴上。这个味道特别大。哇！天哪！小心脚下，你们。好。看一下。简直是触目惊心。这个上面呢是布满了一些爬山虎，然后棺椁上面有一些斗笠的痕迹，那个地方还有一条鱼。就这些沙木呢，它的木材主要是沙木和柏木，然后在向阳的正前方，那些上面没有藤蔓的，就是比较现代的。看这个脚下，我们走路的时候要走这个大石头上面，千万要小心一点。这边你看，你看每一个上面都会做一些那个造型，对鱼的造型。它还写的有一些农具啊什么的，包括有一些浮雕花纹啊。它应该也是跟我们土家族那边视死如是生。小心啊，你们千万要注意脚下。哇，天哪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全景，这真的是深深的震撼。下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因为这个脚下它是有很多年代非常久远的棺椁。哇！我透着这个口罩，还能够感受到很大一股味道。看一下，无精无怪，无精无怪。看一下。进入这个洞体内部，能够看到非常多的木料马迹在这里。由于时间的原因，可能这些东西啊，摆在这里的棺椁有很多已经破碎了。咱们看这个棺椁旁边，它是做的有这样，这个棺椁上面做的有这样的锦支架。如果在苗族那边呢，它这个4个角的呢为女性，但是瑶族这边的我们不太懂。可以看到，这样一直过来，到那边全都是。它的主洞道是跟这么过去的，我们现在过去查看一下。小心呐，小心！哇！从这边过来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天窗，那里有光。这个洞厅高达10几米，从地上散落的石块来看，应该这个洞穴形成的年代不会超过1000年，还在发育当中的一个洞穴。从这么一直进来，有很多的棺木碎片，那里几根树坑，
那个树根已经垂下来了。在查阅古籍的时候，我了解到以前的瑶族先民呢，在这个寨子里面，年纪大的老人过世了之后啊，同寨的人呢，会将这位老人分而食之。后来有母女3人呢，他打破了这个习俗，据说那个老人走了之后啊，他的那个女儿和他的儿子觉得把他吃掉有点残忍，将那位老人呐给弄到这个洞里面，就是这个洞里面藏起来了。后来村里面的人知道之后就询问他，他说他的妈妈养他们太不容易了，最后他们就把这个风俗呢改为了宰牛祭亲，用一条牛来替代了他母亲的那个身体。这是一个传说故事，是从古籍里面查阅到的，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。据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青瑶洞藏，曾经里面是失过一次火，然后呢有上千具棺木被火烧毁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它的另一个大厅，这空间差不多有几10万个立方，地上有正在形成血珠的石头。这边有一个出口，我们向这个方向过去看一下。这边有一些石头被人码成了这样的柱子，不知道是干嘛的。这边能够看到有光，这边有个岔洞，去这个岔洞里面看一下。这个洞穴的洞顶呢，有好多蝙蝠。我们从这个小岔洞又会通到哪里？过去看一下。这是一个水溶裂缝向下去的。结束了这个洞道，来看到这边已经到了尽头，这就是一个水溶的小裂缝。现在我们随着这个青瑶洞藏主洞道继续向前前进，看一下前面还会有什么样的发现。据传闻啊，以前有户外博主来这里拍摄的时候出现了幻觉，但是我这进来的时候还好，感觉一切正常。这就像一个金船呢，看这个腿，这是头，很大一尊金船石。这个前面好像是一个天生桥，这是一座古桥吧？这个渡槽。从这边过来，能够看到这里有一个修建年代很久的渡槽，这个上面有流水声。看这个地上的叶子啊，全部是呈这种红褐色的。这边有个洞道，看到没有？有明显的分界线。这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哦，这里也是一个洞道。看这个年代看起来非常久远了。现在从这里继续看一下，这个洞道看起来不深，然后里面也没有棺木。据说苗族先民他对这个洞藏选址非常的考究。第一是要够大，再就是要通风透气。那个上面有一个小裂缝啊，但是我们不上去了，我估计我挤不过去。
现在我们从里面撤出来了，这里面的场景啊，对于我一个土家族的人来说，确实是匪夷所思、触目惊心。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让我们平常看不到的一幕，感觉这次的旅行探险还是非常的有意义。那本期视频呢，我们就拍摄到了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你快过来，这里发现了不老泉。你相信不老泉真的存在吗？老人直言，保护神水的悬崖古寨是神仙所建，建那个都是说是神仙建的，神仙也是人噻，对不对嘛？为了尝一口传说中的不老圣水，我们驾车来到了贵州百里杜鹃，这里是川清人的发源地。当我们进入神仙寨，传说中的神迹被我们亲眼所见。比如咱们今天真的会找到不老泉吗？老人不就是这样说了吗？我想一定能找到的。你快来，你快来！什么？哇塞，好幽深啊！关注上面有一个圆形的石拱门，就是我们无人机勘探的地址。没错了，我们现在挂好安全装备，准备向上攀登。现在咱们就来到了这个城墙门口，大家看，哇，这个城墙砌得非常的工整啊！这个全部都是采用大条石，用石匠啊精雕细琢修建而成。他们说这个是神仙所建的。城墙的左边呢是一道圆形的拱门啊，再看这个石头跟山体已经是融为一体了。再看这个缝啊，中间有山和土，然后这个上面明显是用人啊这样用手摸了之后勾缝的，就说明这个神仙建造的传说啊有可能是假的。再看这个城门，上面是由3块这个扇形的石头啊做的门拱，下面的门框呢是采用了2个长方形的条石啊。我们现在呢就进入寨子内部去一探究竟。哇，这里有一个甬道，血书，这边有用鲜血写的这个字啊，不知道是写的什么。我们今天呢来这个神仙洞，主要就是为了探秘这个神仙洞里面的不老神泉。哇，这明显就是一个土匪洞或者是地主洞嘛，什么神仙建造的？大家看，这里呢有一个门栓孔，这个下面也有哈，这个应该是一个对开的石门。曾经这个上面搞一根横杠子啊，在上面做一个那个门柱孔，然后这里就可以搞一个对开的门了。这个上面有被烟熏过的痕迹，这明显是人类居住的。这里面呢堵了一半，火面那个方向呢就有非常精密的城墙，咱们边走边看。城墙呢已经坍塌了一部分，然后里面呢长起了大树，这里还有野生的葡萄藤啊。进门的这道石拱上面啊做了有个平台，这个上面曾经应该是有一个房子。哇，好精密的建筑工事，这应该是一个土匪寨或者是地主藏宝洞。这个上面真的很热啊，因为这里是面向西方，它那个西晒不得了。到了下午这时候啊，这个太阳是顶着晒，没有一点阴凉的地方。这里还长了一株桑树。我们看这个城墙，差不多是60公分宽，两边都做了有面子，中间填的夯。这当时修建这个寨子也是花了不少的功夫啊。当地人说它是一夜之间垒起来的，这怎么可能嘛？据说在这个河流的下游啊，有一个桥，也是一个古桥，传说叫仙人桥，也是当时建造这个寨子的仙人一起修建的。这个传说我感觉太扯了，有可能是年代太过久远了。据说这个寨子已经伫立1000年了，所以它真正的主人现在已经没有资料可以查到。从这里看下去呢，能够看到这个寨子的全貌。哇塞，向阳也不知道在哪里。向阳，向阳还在进门的那里，那个神秘的洞穴呢，就在那个方向。看这个有野山羊在这里拉了粪便，野山羊的粪便，对呀、豆子大啊，是啊，这里有皂，看到没有？这还有造星土，造星土是红色的哈，造星土，古皂。这是一个，天哪，这是一个小坑吗？这有很多鸟毛，应该是老鹰叼进来的鸟啊，在里面进食过的。这里有一股凉风啊，是扑面而来。这里面洞道应该还不浅呢。
风不是特别大。这有个是小坑啊。这个小坑要封顶了。这个就是老人说的神仙洞府啊！老人说的那个不老泉就在这个洞里面。走，咱们这时候就进去寻找不老神泉。走，穿戴好了专业装备，我们这时候就正式进洞了。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长方形的，像是水池子一样的建筑。难道这个就是不老泉吗？不老泉已经干涸了吗？发现了不老泉！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不老泉。小伟刚刚都忙翻了。哇塞！好看好看。甘甜可口，哇塞！但是这个不建议大家直接饮用啊，因为这个是钟乳石里面渗透出来的水。如果从科学的角度讲呢，它是硬水，硬水呢含钙比较重啊，喝了容易得结石。好了，这时候我们话不多说，继续向洞道深处前进，看一下里面还藏着哪些遗迹。走，出发！在火妹的正前方呢，也有一个水池，向阳那个方向也有一个水池，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刚刚看的不老泉哈，就在这个钟乳石的后面。这是一个呈等边三角形这样布置的3个水池，其中有2个水池是已经干涸了。那边呢就是洞口，进来之后差不多是200多个平方。这边呢没有洞道，这里能看到洞口。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究竟通到了哪里？这里有个裂缝下去，有个裂缝，你看一下。看一下。哦，这个裂缝感觉还挺深邃啊，看是不是要布根水下去探索一下？我们从这里看过来，大家看这个下面呢是个裂缝，裂缝并不深，可能5米深啊，然后下面呢就结束了。下面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些骨头，然后这个上面呢是有一个洞道的，那个洞道不知道有多深，我们这时候决定上去看一下。走，继续出发。这个裂缝非常的窄啊，40多公分宽。这个下面就是我们刚刚丢石头的那个裂缝。哇，这里很宽阔哟，到下面有骨头。有骨头吗？对，一些骨骸，看到没有？这里全都是啊，应该曾经有这个土匪的个体啊，从这里摔下来了。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。然后这个前面有一条走道，我们继续前进。大家看这个洞道比一点小。看这前面好像也有骨头啊。继续深入。这个上面是堵起来的，已经被那些损毁的钟乳石堵死了。然后这里这个裂缝依然很深邃，继续前进。这是一个大峡谷。继续前进，这边就好走一点了。哇塞！大家看，看这个前面是什么？哇，这里有很大的一个钟乳石云盆。看到没？不过现在已经没水了哈。哇，这个说不定这个洞道就要到头了，因为你出现这种钟乳石云盆，而且洞道再往向上走的话，就要走到源头了。看
看到没？我们现在找它的水源在哪里？哦，水源还在前面。那咱们继续前进，可以看到这里依然是被敲断过的痕迹，而且这个上面也有，这个看起来已经被敲断很多年了。好像是没有其他动到了。哇，这上面，我的天哪！暗河改道，右边又出现了很深的一个裂缝，我以为出头了，这边好深一个洞道，好深吗？特别深。小北说前面有一个好深的洞道，我的天哪！天哪，这不知道有多深呢、哇，在这里出现了很多字，看到没？这个上面，这是古人留下的一些字哈。这里有很多小土，但是这个小土没被刨过。哦，这下到处看一下。是什么时候写上去的？看到没？像煤炭一样。你看这个地上的沉积土哦。那边看到一个非常巨大的洞厅，不知道这边能不能够。非常漂亮哈、哦，这个应该能点燃。哇，这边有个裂缝，盲洞了，这个下面不深了，不深了，伙计们。你们看一下，我们在这个小蘑菇钟乳石下面又找到了一个小洞道。哇，好狭窄啊！我看着都害怕。现在呢，咱们从这个洞里面测出来了啊，在里面呢，并没有发现太多的人为遗迹，也就发现了一些灶啊，再就是山口那个呈等边三角形布置的水井。这个不老泉的传说啊，我觉得不太可信，有可能呢是当时在这里熬销的人啊，因为熬销需要水嘛，他在那个钟乳石上面凿了一个水井啊，就是为了熬销所用。从这个门口的3个大消池啊，可以佐证我的猜想。但我分析这个熬销的人呢，跟建造这个神仙寨的这一批人呢，不是同一年代的，有可能这个寨子的年代更为久远。后来的人呢，到这个寨子里面来啊，看到这里有个小小的洞穴，然后就对里面呢进行了一定的发掘，把里面的硝土啊拿到这个洞口来进行提炼啊，提炼硝粉。整体的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。那本期视频呢，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关注我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，带你揭秘更多离奇的传说。好了，拜拜。烧钱！我火啊！这是一处藏着无数阴沉木的天坑，当地百姓称其为千丈坑。古往今来，无数人想要一探究竟，却因地势险要无果而终。那么千丈坑的底部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？用无人机航拍的时候啊，发现下面竟然有一条公路，你说神奇不神奇？据说在100多年前呢，这里土匪盛行，在剿匪的时候啊，曾经丢下去不少人和财物，所以这是一个阴气极重的地方，每到天黑啊，都没有人敢从这个边上路过。今天呢，咱们就决定从这根树上啊开线布绳，下入千丈坑的底部，看看下面究竟是何景象。接下来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出发吧，准备装备，开干吧！已经连续下降了30多米，户外向阳紧随其后。这个陡坡上面有很多珍奇的药材，应该是这里太过险要，没有采药人敢过来的原因嘛。这里还有天南星呢，这是一味非常名贵的中药，它是有毒的哈，大家在野外看到了千万不要食用。没想到这里还发现了一株野生的橘树，大家知道吗？橘生淮南则为橘，橘生淮北则为枳，就是说的这个哈，这个是野生的橘树。我们闻一下，有很大个味道。我们航拍里面看到像公路的那里实际上是沙石堆满的地下河道，这个后边看起来非常的震撼。我是做好了安全保护了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。我们现在要把那个线路上面的松散石头给排下去啊，排险。下去了这个。哇！哇！
天哪！足足的5秒，对，5秒钟。现在咱们的开线先锋换成了户外向阳，我在背绳子啊。这个天坑这面的岩壁下去还有差不多在一个170米高的垂直悬空，大家看一下后面的风景。看一下输送绳索啊，看那个河道没有？真像一条水泥路啊。这边这个洞口像一道大石门，然后再看这个它的石门的正对面也有一个大石门，那边就是一个黑洞。坑底的整体形态像一只大眼睛。这里还发现了这个羊雀花，这个还是小时候看到的多啊，现在是越来越少了，就生长在这个绝壁之上。你听那个洞里面的声音，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？紫小多啊？不知道噻。来到了中间保护站，这时候还在往下开线，到底还有一个80来米的高度，看一下坑口吧。周边植被非常茂盛，就像原始森林一样。你走吧，不用再等我了。对，咱们3个人都汇合了，这时候又换我来开线，因为这个开了4、5个小时，一个人太累了。可以看到这还有一个20、30米就到底了，可以把开线工具收一收。我们现在是最后一个点。啊！手机！啊！手机掉了，快捡起来，别摔烂了，又得换手机了。哦豁！我们看一下这个坑口，坐井观天的感觉。还有在无人机里面看到的这条公路，果然就是一条河沙坝。快看，阴沉木，阴沉木。哇嘞！向阳，你快来，这里有阴沉木。哎，搬不搬得起呀？牵得很重。这是一根什么？哇，红春，快下来！红春，这是，哎呀，看这个颜色，好鲜艳呢。看，这是一根红春形成的阴沉木。这个里面这一节应该挺好的。对，应该变成石头一样的感觉了。那我们继续前进。据说当年丢下来了很多人和那个木箱，我们四周查看一下。我们刚刚就是从那个上面降下来的哈。这样。这里有生长了非常健康的大黄，阿志又在叫什么？这里又是一根阴沉木，天坑里面就是阴沉木，非常的多。这个，哎呀，搬不动，带个锯子锯一节就好了。看这个洞啊，好震撼的！看这个阴沉木，你看这个，好大呀！金丝兰吧？这个应该，这2头都戳在土里面，还有这么大？对呀，对啊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个黑洞沉积之前，这个树就倒在这里的。对，你看它上面的覆盖层有这么深，对，这起码是上千年了。哦，厉害了！沉积了这淤泥，把这个压力下来。走，我们往这里面去。起雾了，看到没？走，出发。里面好平呐，前几天还刚涨过水，看一下，太震撼了吧！我的妈耶！看过许许多多的天坑，像这种风景还是很少见的。奇妙在，仿佛被世界遗弃的一个角落。我看到里面好像有东西，在那个屋的后面，随处可见的阴沉木，这么大一坨。看那个洞顶，有一张人脸，你们看到了吗？那个人脸距离我们起码是50多米的高度。地上有这种波浪纹啊，
这里面水消得很快。这个就是一根木，就是一根木。就是阴沉嘛，这已经完全碳化了，感觉。哦，你再堆。搞不到，非常硬。硬，太硬了。你看这个石头是上面砸下来的，陨石坑的感觉。这个是看这个丁的耳光照进来，这边也发现了阴沉木。这里洞道上下分层，左边是干洞道，右边是它的水道。我进去看看的。